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互动，发表您的观点，留言指教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4位来宾。首先是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协会理事长黄基正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博老师。大家好。还有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美以联手打伊朗呢，已经超过5个礼拜了。但是呢，现在是不是陷入了让美国陷入一个打不赢又离不开的局面呢？我们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啊，他在这个礼拜其实最受到全球瞩目的，就是在4月1号他发表全国演说啊。原本外界是高度期待，想说这个伊朗战争大概是不是有什么时间要结束了？但川普却说呢，未来2到3周要加大打击。他说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也暗示呢，如果伊朗领袖不受这个协议的话呢，那么美国将会袭击伊朗的发电厂等能源设施。川普的全国演说啊，重点媒体也帮他们整理了一下，他不断强调了很多的战果，包括呢，美军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海军跟空军，然后呢，重创了伊朗的弹道飞弹核计划，未来2到3周内将会加大攻势。可是呢，什么时候要结束？只是说任务接近完成，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战争什么时候会 ending 啊。那另外呢，升级的风险呢，也说如果伊朗不接受谈判条件，可能会攻击，就刚刚讲说能源或者是石油设施。好，另外荷兹海峡的部分也没有特别的说明说会在什么样的一个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退出。种种的这样的言论呢，本来一开始在演说前呢，大家是高度期待，但是看完了演说，觉得好像说了就是说了。好，那么伊朗当然也没在怕，就是川普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以后呢，他们也最新宣布啊，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战机，目前已经知道是 F-15E。我们等一下要来特别讨论一下。在川普的最新发文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只要再多一点时间，我们就能够轻松的让荷姆兹海峡重新开放，掌控石油，并且大赚一笔。不过要加大打击，胜券在握，这样的姿态真的是如此吗？伊朗当局已经驳斥了这种说法 ，CNN 更是报道说，美国自己的情报机构评估都显示，伊朗目前仍然有1半的导弹发射装置完好无损，而且保存了这个数千架的自杀式的攻击无人机。Time 时代杂志呢更报道说呢，时间正在一秒一秒的耗尽。川普担心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这会拖累到共和党进入到其中选举啊。对川普来讲，这个年底的选举还是非常重要的。好，我先请教黄老师啊，这个介正老师，从最近伊朗还在反击，刚才特别提到打下了一架 F-15E 啊，超过90波回击。你先评估一下伊朗现在的有生战力。F-15E 啊，是服役很久的 F-15这个英式战斗机中间最新的改良版。对，在过去几年是让美军决定不让它退役，让它升级的一个重大决定。那现役还有刚退役的很多美国空军将领都是 F-5E 的这个战斗机的驾驶员，所以他们在支撑上、政治上支撑上啊有这个力道。所以 F-5E 被击落，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刚刚升级的最先进的电战系统，或者是反 F-15E 对 F-15E 反辐射或反电侦的这个系统，为什么会如此啊？它虽然不是隐形战机，但是以它先进的电子的这种能量，照理由来讲，应该是可以有比较多的及早的反应。对，如果预警能力受到灼伤，或者是说退步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因为2种因素，一个就是对方的发射的地方或侦测的角度地方是多重的啊，所以你有所疏漏。另外一个疏漏就是因为川普总统也讲，摧毁了伊朗的海军。而且几乎掌握所有空中力量。对，换一句话说，美国会不会在自己认为拥有全面空优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全面制空啊，所谓 command of the air
的情况之下，在战机的派遣或飞行的高度上面，战管比较放松了，觉得说他们应该没有办法。这至少证明一件事：伊朗现在还有打的能力哈，并不是毫无还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没错。那当然，这个5个礼拜都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束哈。当然，美国先前强调说要打击伊朗的，尤其是他说他的战略目的，这次打击目的就是要把这个伊朗的核威胁给全部挪除啊。但是目的都没达成，那接下来大家就想说，川普是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台阶下呢？精神式的胜利法吗 ，Ross？目前很明显，川普不是做你刚刚说的什么胜利精神法，现在集结大军嘛，所以目前就继续打了，那看看伊朗会不会愿意谈条件啊？因为不能说伊朗是没有受训了，不管是军方、经济等等基础设施。都有受到很严重的伤害，那不然过去5个礼拜的美军跟伊军的空袭是没有任何影响，这也是不可能了。所以当然是对伊朗有很严重的影响跟后果了。所以我认为川普今天啊，那明天不知道，川普。他的想法，我们只能就今天做评论，对，因为他每一天可能就是要看这个小时而已啊。对，今天这个钟头而已。对，但是好像目前他的想法是，那我继续打了，我伊朗已经给你机会了。给你机会谈条件，我没有说我要推翻你的政权，虽然口头讲，但是我个人认为，搞什么颜色革命或推翻政权不是川普的最重要的。你在节目当中曾经分析过哈，说你觉得还是会发动这个地面攻击，只是说它的规模是大或小哈。当然现在集结了大概就是有5万名的美军哈。看起来这个动作似乎是要有发动军事行动的前兆，不过是不是会打一波比较大的，然后呢就宣称达到了这个目的，已经胜利了，然后美国就抽手？地面的动作，我还是认为川普会尽量避免了。所以小型，比如说大家都有讨论过这个 Khark Island 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比如说占领首都，不可能。他有看过太多，不管是阿富汗、伊拉克的美国的经验，他是怕这个政治责任，所以他真的是不想，甚至不敢了。但是我认为，那为什么没有开始进行这个地面的动作？还是想给伊朗机会谈条件，而且我真的认为，不管怎么样，不管演说什么或其他的因素，美国战机被击落等等，对川普来说还是有2个重要目标。哪2个？那是核武跟远程导弹。那只要伊朗在这2方面谈条件，那其他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谈。那目前为止已经5个礼拜了，这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啊。我觉得这个是显示伊朗领袖耐打有多 stupid，不管是原来的或新上来的，真的很笨。他们一直伤害自己人，一直伤害自己国家。他们真的有机会跟其他的国家，包含美国，有正常关系、正常贸易来往等等，一直拒绝。我还是认为错是在他们的决定权是在他们的手上。OK， 战斗持续，但是除了伊朗有伤亡以外，美国也有战损哈。所以培波老师怎么看？因为刚刚特别提到说，会不会真的发动一次比较有规模性的，然后象征性的胜利，然后呢正好有一个退场机制？您觉得？其实川普似乎有一些暗示啊，就是他在前天大家觉得就是一直在重复的那一些演讲里面。他说了，未来2-3周会有一个毁灭式的攻击，对啊，特别是如果伊朗不答应美国的15点和平协议。好，那我们先假设伊朗就是不理这所谓的15点和平协议好了，那确实会像您刚刚讲的，有可能美国就进行一个更大规模的一次性的攻击，打完之后呢，他就说，我现在列的这些军事目标大部分都达到了，因为你可以看到，伊朗到现在没有把他的这个核武的能量展现出来，所以就算伊朗有，而且美国没有把它移除掉，对，但是美国可以说有啊，因为没有人会知道，美国说有就有啊，对，因为没有人知道伊朗到底有没有被移除掉核武能力嘛。海空军确实，伊朗似乎只剩下一些非常老旧的飞机，说是一些小艇或者无人艇，就这样子了，也可以。然后政权更替，川普已经讲了，
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些一开始的第一代领导人都已经再见，现在都到第3代了，他们比较温和，比较理性，所以政权也更替了。所以川普只要一次的大规模的攻击之后，他确实可以说目标达到。你看，我们现在大致上都已经做到我们之前设定的，所以呢，伊朗他也没有什么反应的话，他也不回应的话，那就达成目标了，就伊朗就无条件投降了啦。我说你无条件投降了啦，你就投降吧。对，然后美军就可以撤走。所以这个剧本确实是有的，因为如果川普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兵力摆在这边，最后走了，说好了，我们就不打了，我已经赢了，赢麻了。那这样子的话，似乎会让人家觉得怪怪的。所以或许最后还是有一波大规模的攻击。是，这不是精神式胜利法吗 ？OK， 好。但我要问的是说，因为美军向来引以为傲就是空袭行动，大规模的空袭啊，但是是不是这次也这么的奏效？因为 CNN 进一步的揭露说呢，伊朗的导弹发射装置啊，之所以没有受到完全的重创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具备可以转入地下隐蔽的能力。还有呢，就是伊朗利用这个移动平台实施打了就跑的战术，所以让美国跟以色列啊要追踪这些发射装置非常的困难。还有看到这个伊朗的半官方媒体啊，法斯通讯社在3号有个最新报道，他们说呢，伊朗击落了第2架美军 F-35战机，但是 CBS 转述了五角大厦的官员他们的消息指出呢，确定是有战机被击落，但是并不是 F-35，而是 F-15英式战机升级的打击鹰啊，就是 F-15E， 我们刚刚一起提到的。好，外电呢，《华尔街日报》也说呢，确实证实了 F-15E 被击落。那伊朗的这个官方呢，那根据 AP 啊，美联社他们也说啊，伊朗现在也在找这个驾驶员，因为驾驶员弹跳出来了，现在所有人都在要找把这个驾驶员抓到。好，那黄老师啊，接着老师，空袭啊，现在也面临到必要的战损，这是在这一次 F-15E 又被打下来以后哈，大家看到的一个现象。F-15英式战机升级版遭到击落，对于美军的警讯，刚刚你也特别提到了 F-15E 的这个部分。这个警讯啊，不是这个一架飞机被击落的警讯，这个警讯是它 F-15E 升级版以后的电子干扰能力有没有办法应对来自各种不同波段的侦测，就是说它的反制系统或者是早期预警系统能不能够知道？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算是当做一个教科书吧。可能因为美国的全球就这个 F-15E 啊的这个升级版是蛮全面的，现在还有很多在服役，甚至台湾还有人讲说我们下一代战机可以想办法去争取。那现在回过头来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这个有一个类似典范移转的，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打掉了所有伊朗的防空能力，而他们在电子侦测的这种面向上面，可能是遍布很广。对，那并没有完全被摧毁，它保持了一定的侦察能力，而且还可移动。对。那么这个东西可能就有外力帮忙，因为也许他自己要依靠其他的，不完全是地面战，有可能有卫星啊，或者是其他的低轨卫星或者是太空卫星，给予它的数据，让它能够去侦测。对，而且刚刚提到重点哈，有外力的协助哈，但这个外力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呢？啊，当然现在除了这个战争持续进行啊，因为川普特别强调说未来2到3周要强打猛攻哈，但国际上还是有一股劝和的力量。我们要看的就是中国大陆哈，因为中国大陆外长王毅2号他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大臣费瑟通了电话。王毅表示呢，伊朗战事延宕，冲击到海湾国家的安全稳定，中方相当关切。而荷姆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呢，也是这场战事的外溢表现。他说，只要战事不停，海峡难安。同一天，王毅也跟德国外长瓦德福通电话，他表示，中德2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尽快的推动平息战火，恢复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经济学人》呢，深入访谈了中国大陆的外交核心圈，就拼凑出了北京最近针对伊朗局势的潜台词。这个潜台词是什么呢？当你的敌人正在犯错时，千万不要打断他。所以现在犯错的是华盛顿呐，但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吗？又从这个机遇当中如何把握，去得到什么呢？大使，
其实这个《经济学人》这种讲法，好像这是大陆的学界的这种看法啊。这个好像把话塞在人家嘴巴里的样子。对啊，我是觉得，其实你说中国大陆这个会从这场战争中获益啊，这个是不确定的。那可是中国大陆会不会因为这场战争啊，付出这个代价啊，也受到影响？那是确实的，而且正在加强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讲法就变成就是说自己的想法硬要说是别人的想法，现在这些什么著名的这些媒体啊，西方媒体都很奇怪，都不具名。你说谁讲嘛？就没说，要不然就是说高层，因为美国也是高层。然后又各一群什么官员都是这样子，而且都是很知名的这些媒体，我觉得他们在把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可信度啊，正在快速降低。那可是会不会有影响？可能会有些人受影响。不过我听到这个讲法，我觉得很可笑。对，为什么我说中国大陆其实在这场战争里面，它也会要在外交上积极啊？因为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有50%的能源啊。进口能源是从这个荷姆斯海峡那边运出来的啊，对，你说没有影响，不可能的。虽然说有3艘船，中国大陆外交部这个说有3艘中国的船只已经从荷姆斯海峡运出来，3艘那要跟平常那比起来那差太远了。而且这场战争事实上的话，它现在不是朝着就是荷姆斯海峡的问题发展，它是直奔这个整个海湾地区，包括伊朗它的油田，它的炼油设施发展啊，那个东西现在是这个还没有进去正式开打，真的再往下一轮的话，如果无限度升高的话，伊朗的这个油田还有炼油设施会被受到攻击，那相反的，伊朗一定去打这个反击这些海湾地区，所以这件事情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可能要付出代价是越来越高。那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德国也一样啊，对不对？那还有更不要说，还有这些欧洲的很多大国啊，还有呢，更不要讲日本、韩国，大家都是在一艘船上。那当然，以论影响力来讲，中国大陆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然后呢，跟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冲突跟纠纷，这是中国大陆现在在外交上，所以它的空间比较大的原因。中国大陆一向是用这些外交的手腕、交涉的方式来解决国与国之间无法避免的这种矛盾的，所以都没有像美国一样，就是说最后都兵戎相见。所以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陆，你看这个德国，你要看王毅是应邀啊，回电话、接电话，是应邀。德国找中国大陆，那所以现在找中国大陆的国家很多，对中国大陆本身，他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在这里面有它的这个筹码在里面。没错。所以呢，这个我认为是中国大陆现在可能会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但至少由此可见啊，就中国大陆在欧洲，还有包括特别最近德国之声也有一个分析啊，就是说在东南亚国家，因为现在东南亚国家因为伊朗的关系，这个也虚有恐急啊，但赶快的出面能够有办法来做调停的话，劝和，赶快的谈，让这个事情赶快落幕的话，对于中国大陆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呢的增加也是有所注意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在美国打伊朗的同时，也看到了美国国防部啊，最近出现了人事重大的震荡。因为这个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呢，他正式要求陆军参谋长乔治上将立即下台，并且退休。乔治上将呢，最为外界熟知的是他对现代战争质变的敏锐度跟观察力。那么他曾经呢，在中东战场以创新的战地领导风格闻名，推动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标定系统，还有无人机旅级单位啊，所以被誉为是最懂现代战场的军事领袖之一。而乔治上将也曾经在海湾战争还有阿富汗冲突，那当时呢担任过许多的要职。
纽约时报也报道说，乔治上将这次遭到开除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军事专业能力不足，而是跟防长赫克塞斯在人事安排上长期有僵持不下的状态。美国陆军内部呢，对于这一波人事大清洗感到愤怒跟挫折，已经有多位高阶将领私下表示，赫克塞斯这样做正是在围剿陆军。好，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专业不再是这个人事安排考量的最主要因素，这会让美国五角大厦军政军令，特别是指挥系统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Ross，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问题了。你觉得不会有问题？不希望的话，门口在那边，可以换掉，可以提前退休了。毕竟如果已经是达到将领这个位置，那已经做了20甚至30几年，那已经可以提早退休了。美国的传统是军方要效忠民选政府，不希望你还是要服从命令，不希望的话，那就可以退休了。其实就这么简单了。那后果是由总统还有他的团队，包含 Hegseth 战争部长，当然是政治方面他们要负责。你觉得后果可能会是什么？后果换掉了这样的专业将领，后果是几年之后才知道有没有造成军方在训练、应战、继续创新等等，会不会创造问题？这个是不是今天能说立刻会影响到军方正常运作？其实我觉得不会有这个影响。毕竟其实本来奖令实在是太多，这个是川普政府这个团队去年上来的时候，他们也有公开说，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将领实在是太多。OK，Ross 觉得不会有影响科布老师你觉得呢？当非专业领导专业的时候尤其这个赫克塞斯，你说他是国防军事专业嘛？等一下，那所以怎么看尤其最近因为美国对上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大局势而且又可能会发动地面战，就种种的相关军事安排、战略的部署都需要专业的军事评估，不是吗？专业军事评估是一回事了，但最后决定的都是这些文人领导人，这在美国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陆军的反弹，这是从外媒报道过来的那会不会有人在拍手呢？因为突然一下2个上将的位置不见了，这不见就是人不缺出来了，是不是就可以继续往上升了呢？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就是 Hegseth 他其实一方面是对这个陆军的参谋长他的个人强烈的意见不满，有人说是人事，有人说是用兵的方法，甚至要不要这样去攻击伊朗，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就是这个 George 他的好朋友 Holden。叫 David Holden， 也是一个上将，是负责陆军转型跟训练部的司令，一起被拔走了。好朋友一起被拔走，表示应该是有一些针对性的，可能是针对个人，但也可能是针对整个陆军用兵的方式，因为这2个都可能嘛。尤其是这个 George 跟这个 Holden 是绑在一起的，可是你又看到还有一个陆军的牧师长，少将也被拔走了。那牧师长，你是说他祈祷不利，所以让美军没有那么顺利吗？一定不是这个原因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个 Hegseth 他趁着我们刚刚讲的，包括对于军官晋升的名单，包括对于伊朗用兵的方式，趁着这机会把他不喜欢的那个宗教的这个负责宗教事务的少将一起都拔走。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趁这个机会，伊朗战事不顺的机会，把他不喜欢的人一个一个就清理掉，直接把这个安排换上自己人就对了。对，所以他现在换到这个是 Lenif 这一位呢，据说是他比较赏识，而且跟他关系近的。对，而且就像刚刚 Ross 讲嘛，如果不满意的话，这个大门永远在那边，你自己走因为川普最有名的一句话也不就是嘛 ，You are fired。OK， 好。CNN 追踪报道，因为我们刚刚讲说伊朗的这个战事还在持续最近伊朗其实也进行了多次回击超过90波，然后呢多次袭击了沙烏地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这个地方。
最新曝光的卫星影像也显示呢，美军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是萨德系统这个关键设备 ANTPY-2 这个雷达在3月1号的攻击中受损。另外，3月27号呢，在袭击当中被炸毁的一架美军E-3哨兵空中预警机呢，也看到这个飞机的残骸被暴露出来。好，五角大厦发言人呢，先前都是以作战安全作为理由，他们拒绝评论雷达遭到锁定并且被攻击这件事情来发表评论。但是呢，现在川普已经讲狠话了说2到3周内就会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以美国的战力确实是可以这样做伊朗也非常清楚。但是从伊朗的最近反击可以看出他们在不对称作战上面他们的打法的逻辑嘛。介正老师，对，其实就我们在台湾平常讲的不对称，或者是说一般人的理解是以弱击强，以小击大，以多击少就是因为多，所以你战力没办法把我打完，对所以我战力可以保存，然后我用便宜的东西对付你贵的东西。这次美国打伊朗有好多的 case 是盟军或美军用比较贵的这个弹去对付这个比较便宜的无人机。对，那么所以包括未来战争，或者是以伊朗作为标的，这种类型的战争，是不是传统的这些我们所已经知道的武器，或者是台湾也有的武器，能不能够应对类似伊朗这样子的空中冲突或防空需求？这第一点。是第二个。就算你雷达再强，像我们讲的就是萨德系统，萨德系统它就是两个组合，一个是非常厉害的雷达，因为它可以侦测到非常精准的定位；另外一个就是拦截器，那细细长长尖尖的那个飞弹，这个如果被突破，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饱和攻击，就是一群下来，你没有办法识别目标，或者是目标多到你没有办法同步处理，总会出现漏洞。OK， 就是百密一疏就会被打到。那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就是美军是非常强调基地防空的，像我们讲在沙烏地阿拉伯的基地嘛，我自己陪同美军的军官到台湾来参访的时候，他们到我们的空军基地。很多人第一个就问说你们基地防空在哪里？可不可以给我看？那我也不知道，我就说这个不能给你看。如果是美军这么强调基地防空的话，那除了刚刚的以量多穿透的话，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固定目标非常惨，因为像那个 AWACS 就是这个叫做空中预警机。它就是停在那里，就是固定目标。对，基地本来就固定了，你又暴露在外面，那有多少人可以用他的卫星或者是他的高空侦察无人机，告诉伊朗那个定位，然后你就打到了。我快速问一个，既然介正老师讲到这个部分快速请教一下 Ross， 你觉得伊朗有可能除了攻击军事基地，就是军事设施以外的，对美国来讲是重要的一些设施吗？比如说像基础建设啦，像最近的 AWS 不是也被波及到吗？我觉得我刚刚说了，伊朗做很多我觉得是很蠢的决定。那其中一个是攻击周边国家，除了军事基地之外的基础建设，甚至民宅等等，这个就会惹怒周边国家，他们会跟以色列跟美国站在一起。所以你觉得机会不大？伊朗已经在做了，对，所以继续做就会有周边国家的反击了。OK， 好，那现在当然也在看的另外一方就是以色列这边的态度纳坦雅胡就以色列总理呢，他在这个礼拜做出了一个重大宣布，他说以色列将会扩大对黎巴嫩南部的侵略行动。美联社也报道说呢，以军持续的打击伊朗支持的这个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那在这个同时呢，纳坦雅胡强调说，以色列将会扩大在黎巴嫩现有的安全地带。他在发布的影片当中呢，他声明他说，
这项决定是为了加强以色列在北部边境的安全态势，而且已经指示军方进一步扩大黎巴嫩南部的现有安全缓冲区，也说呢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安全态势。但是美国媒体军事观察网也报道说呢，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行动虽然已经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但是呢真主党对于入侵的以军地面部队还是强烈的抵抗中。包括像以色列军装的这个王牌坦克梅卡瓦的损失就超过了20辆。现在这个伊朗的战士川普说2到3周要加强攻击，但是也看到有分析说，其实已经在看什么时候应该要赶快的飞到，要赶快的这个建出哈。但以色列最不乐见就是美国结束对伊朗的行动哈。美国如果想抽身的话，大使觉得以色列会用什么方式拖住美国？那就是加强这个对伊朗的攻击啊。然后把这个攻击的目标尽量扩大嘛，然后不只是拖住美国，主要是要把这些海湾国家拖下去，连海湾国家一起拖，把事情闹大，那如果说都让美国这样就是走的话，这个机会的话，真的是没有好好把握了。对，因为美国远在天边呢，走了就走了。对，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其实美国对以色列也是一直在怎么样，在这 compare notes， 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能打，这个东西不要打。那上一次不是以色列攻击了这个伊朗的这个石油相关设施以后，那以色列不是说那个五角大厦官员打过来，第一声都是讲三字经嘛，不是就这回事？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这场战争虽然是战争，可是能够攻击的目标。应该是还有一定很强的一个限制，它有一个边界，有些东西是不能打的啊。那以色列打了，所以美国还是很火大。那不过就变成就是说，像刚刚讲到像这黎巴嫩的部分啊，那黎巴嫩的情况就是说，大概这个228对不对？美国开始开打以后，大概差不多过了1个多礼拜，以色列又开打这个黎巴嫩，那。不是小打，是大打。对，空袭跟地面部队大举进入。那大概差不多1个礼拜前的国际媒体的估计，大概有1200人死亡，1200人死啊。然后呢，大概有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了。所以这个战场，这可能不会小于在这个对于这个当地民众的影响，不会小于在伊朗的攻击啊。那这个部分的话，这个就变成就是说，你刚刚提的内塔尼亚胡说，就是要确保北部边境地带，扩大缓冲区。好像是要往前推40公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有人说40公里。那黎巴嫩的话，政府出来抗议，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所谓的寻求这个缓冲区扩大，他说这就是赤裸裸的侵略，是跟这个占领土地，是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就以色列来讲的话，以色列角度可能认为说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也提供了一个他可以在伊朗的在这个黎巴嫩北部获取更大这个控制空间的这个机会啦。所以其实黎巴嫩南部的战事惨况不亚于这个伊朗。所以大使刚刚讲说，以色列现在做的事情，对于黎巴嫩黎南这边，不是就赤裸裸的侵略了吗？根本不是哦。为什么？这真主党一直造成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危险，一直发飞弹等等，已经很多年了。以色列是不断的是给他们机会撤退，一直不要，一直。以色列为什么这一次要加大他们的攻击力道呢？把这个安全缓冲区要加大呢？图的是什么？因为以色列已经受不了了，已经是10几年甚至20多年了。以色列在2000年是退出南黎巴嫩，本来那边也有 security corridor， 对不对？那边有就是跟现在是同一个问题了。那以色列主动退出了，撤退了，但是真主党的行为没有改变，所以你认为一样都是这样。那现在经过加沙战争，伊朗战争，以色列政府还有人民对 Hezbollah 真主党这个问题已经是不令容忍，是真的是受不了，所以就
发动这个行动。OK， 所以你认为不是侵略 ？OK， 不，你不认为是国家安全哦。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要聊的是荷姆斯海峡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开放通行的问题。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